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震惊香港的一场世纪大火，以及这场大火背后所映照出的经济警讯。2025年11月下旬，香港大埔区的一个住宅屋苑鸿福苑陷入熊熊烈焰，大火在深夜里沿着楼宇外墙迅速蔓延，烧穿了8栋住宅楼，在高温与浓烟中夺走了近100条人命。这是香港10多年来首次出现最高级别的5级火警，也是数十年未见的惨痛灾难。不仅一名年仅37岁的英勇消防员因冲入火海救人而殉职，上百户家庭顷刻间破碎。昔日灯火璀璨的东方之珠夜空，此刻被火光与浓烟所吞噬，整座城市都为之惊愕与哀痛。鸿福苑大火到底有多严重？有人形容它为香港现代史上最骇人的火灾之一，甚至称之为世纪大火。短短数小时内，大火吞噬了整整8栋相连楼宇。试想，在密集的公屋社区，一面高达数十公尺的外墙竟变成了火焰高速公路，烈火顺着大厦外墙的棚架和施工材料一路狂奔，所到之处窗户爆裂，浓烟和火舌疯狂涌入楼内走廊。许多居民在睡梦中被浓烟呛醒，惊慌逃生。然而浓烟充斥楼梯间，能见度趋近于0，年老体弱者更是寸步难行。消防队员们身穿号称能耐1000度、高温数秒的黄金战衣，冲进火场，但火势之猛，连装备精良的救援人员都难以招架。就在这场恶火中，一名消防队员不幸牺牲，他的生命被炙热的火海无情夺走，令全港市民无比心痛。火灾的原因令人惋惜又愤怒。事后调查显示，鸿福苑其实正在进行楼宇外墙的翻新维修工程，原本是为了加固防水防火，让40多年楼龄的老屋苑更安全。没想到这场历时多年的大维修，反而在外墙包上一层层易燃外衣。建筑工人搭起满是干燥竹枝的棚架，外面缠着塑胶围网，铺着防水帆布，还粘着大量发泡胶保温板。这些材料平日看似不起眼，却几乎为火势设计了一条直通天际的高速通道，一点火星就沿着外墙一路狂奔，难以扑灭。居民形容火苗沿楼外一路向上窜，如同火龙爬楼，眨眼间每层楼的窗户都冒出火舌。明明政府有各种防火规定，但在这一夜似乎统统失灵。工程承包商被警方以涉嫌严重疏忽拘捕，业界也直指这场悲剧本可避免，这根本不是天灾，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灾难早有迹可循。原来过去几年，不少专业人士和小区居民就对这类翻新工程的安全隐患提出过警告，例如要求提升棚架和围网的阻燃标准，严查偷工减料，禁止在窗户外乱贴易燃的发泡、胶板等等。监管部门收到过投诉，但多次只是官样回复，已按程序处理，然后便没有下文。换言之，风险其实早被看见，却在体制惯性下被视而不见。只要文件证书齐全，表面程序走完，官员们似乎就放心了。至于工地现场是否乱堆、可燃物、消防设备是否真的有效，反而成了所谓业界自律的范畴。鸿福苑的居民曾经多次联名向有关部门疾呼，发泡胶封住了走火通道的窗户，万一失火，后果不堪设想。然而这些苦口婆心的建议没有换来实质改变，工程照常进行。结果隐患终于在那一夜引爆，证明问题并非偶然，而是积累多时的制度性疏忽。大火带来的教训触目惊心。在高度城市化、人口快速老化的香港，一旦发生极端事件，最脆弱的往往正是那些行动不便、资源有限、资讯不灵的人。鸿福苑正是一个长者和中低收入家庭居多的社区，许多遇难者和伤者平日里就担心工程安全，却缺乏话语权。他们想搬也搬不起，只能眼睁睁看着楼外搭满竹棚。当火海在几分钟内吞噬外墙，浓烟迅速灌进逃生路线时，纸上谈兵的有序疏散在现实中几乎行不通。高龄者和行动不便者根本无法在黑暗迷宫般的走廊中及时逃离。更糟的是，火灾初起时，许多居民竟没听到清晰警铃，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有人只能靠邻里电话互相通报，或者在社交群组看到邻居拍的起火短片才知道情况。
这说明香港在住宅警报系统、紧急资讯通报以及对高危群体的预案上都存在严重欠缺。火灾后的混乱进一步放大了市民的无助感，官方紧急热线一度打不通，失踪者名单散落在不同管道，焦急的家属四处求助，却得不到确切消息。最后竟是由市民自发建立网上报平安表，制作互助地图，才勉强串起一张救援信息网。民间临危不乱的自救固然令人敬佩，但也凸显了官方危机资讯系统的空白。在最需要的几个小时里，政府除了出动救护车、消防队，还应提供准确信息和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很显然，这方面政府没有准备好。一场大火照出了社会的阴影与光亮。当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这场世纪大火迅速升级为对港府治理能力和政治担当的大考验。特区政府高层连日赶赴医院和庇护中心探视伤者，慰问家属，承诺彻查事故真相。就连北京中央也发来慰问电，要求港府善后和调查要做到位。社会各界捐款超过10亿港元涌向灾民，企业和民间团体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动员力。有人在网上号召捐赠睡袋、衣物、食物，附近餐厅免费供应热饭热汤，学校和教堂打开礼堂收容无家可归的居民，无数义工连夜帮忙登记失联者信息，搀扶长者就医，安抚情绪崩溃的家属。可以说，在最黑暗的时刻，香港这座城市并不冷漠，民间迸发出的爱心与韧性令人动容。然而，真正考验香港的时刻是在大火熄灭之后。如果最后只是在媒体上公布承建商需负责个别官员将被检讨就结案，却不深挖制度漏洞，不改革监管文化，那无论捐款多慷慨，道歉多诚恳，鸿福苑之火终将只是事故清单上的又一笔，而难以成为社会转折点。香港社会得追问，我们是否总要等灾祸发生才亡羊补牢？能否把这次痛苦换来的教训化作政策和文化上的改变，防止悲剧重演？这一连串问题都等待解答。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历史上曾有一场大火带来了深远的转变。1953年平安夜，石硖尾木屋区的一场特大火灾，在一夜之间烧掉5万多人的家园。彼时香港仍处于贫困年代，无数难民全居木棚寮屋。那场石硖尾大火来势汹汹，6条村落陷入火海，港岛对岸都能清晰看到熊熊火光，几万居民顿失栖身之所，场面悲惨。然而，殖民地政府从那次惨痛教训中觉醒，迅速展开大规模重建安置，兴建了香港史上第一批公营住房。可以说，石硖尾大火烧出了香港的公屋时代，一场灾难反而催生了日后惠及无数市民的公共房屋政策，这成为香港社会将危机化为转机的一段佳话。如今70多年过去，命运和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另一场世纪大火突然降临香港，但这次会否带来正面的改变？有人担心，鸿福苑之火不仅没有像石硖尾事件那样引发及时的改革，反而可能烧出更大的经济危机。怎么说呢？因为这场悲剧所暴露的问题，不仅仅是消防监管或工程管理的疏漏，更深层的是香港这座城市近年来整体运行机制的停滞与失灵。而这种停滞正发生在香港经济明显放缓、社会活力下降的敏感时刻。大火过后，人们不禁要问，东方之珠是不是正在从灿烂走向暗淡？香港有没有步入失落年代的危险？鸿福苑惨剧折射出的正是香港近年的种种困境。过去几年，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打击。2019年的社会动荡重创经济元气，2020年以来的疫情封关更让旅游零售业冻结近3年。当别的国际城市逐步走出疫情阴霾，香港却陷于内外交困。一方面，政治环境骤变带来的人才与资金外流，使城市活力下降；另一方面，香港对中国内地经济的依赖前所未有之深，却碰上内地经济自身陷入放缓和压力，双重夹击之下，香港经济近年的表现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数据显示，香港在2020年和2022年经济均出现负增长，失业率虽随后回落，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街头商店接连结业，
小本经营者苦不堪言。一波波裁员潮袭来，许多曾经稳定的白领工作也不保。更长远来看，香港面临着结构性挑战，产业过度倚重地产和金融，创新科技发展滞后，经济过于单脚跳。本地中产阶级的饭碗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金融相关行业，产业单一使抗风险能力很弱。一旦地产与金融不景气，整体经济便仿佛熄火般停滞。近年房地产市场明显降温，住宅楼价则高位回落，商业地产更陷入低迷一些，写字楼空置率创下新高，租金大幅下滑。过去政府赖以维持财政盈余的土地拍卖，如今却频频流标或者销价卖地，土地收入骤减。在刚刚过去的财政年度，港府预计录得约8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财政储备降至约6500亿港元，为近10年最低。自2019至今，香港已连续5个财政年度出现赤字，结束了长达15年的盈余时代。这暴露出卖地生财模式的不可持续，楼市不景气直接削弱了政府收入，同时政府开支却刚性增长。更令人忧心的是人才与人口问题，连年动荡与封关让香港经历一波移民潮。自2019年底以来，香港累计净流出人口超过10万，劳动人口从399万下降到约383万，减少了超过16万精壮劳动力，其中20多岁的年轻人走得最多，而本地劳动市场上65岁以上长者却不得不重新出山填补人手空缺。年轻人走长者顶的现象说明了怎样的窘境？香港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2025年全港65岁以上长者已占总人口约1/2，预计再过10多年将升至30%以上，相当于每3个香港人中就有1位老人。人口老化加上青年流失，意味着未来10年劳动力将大幅萎缩，而社会福利与医疗开支却节节上升，经济增长的动能因此受限，长期潜在增长率被拉低。换句话说，香港很可能未富先老，尚未成为创新驱动的高收入经济体，就先陷入人口负担沉重的困局。香港的国际地位也在经历微妙变化。过去香港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最近却失去了这顶桂冠。一些国际评比中，香港的法治度、自由度评分出现下滑，投资者开始观望甚至撤出部分资金。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香港仍名列前茅，但新加坡、上海等竞争者正紧追不舍。有跨国公司将亚太总部从香港搬往他处，或缩减在港业务规模。香港引以为傲的营商环境光环有所黯淡，东方华尔街的长期稳定性受到考验。上述种种挑战使得香港经济如同背负重重压力前行的一列列车，而大埔宏福苑的大火则犹如在这列慢下来的列车上突然引爆的一颗炸弹，它进一步动摇了公众对城市治理的信心。如果香港不能从制度上汲取教训，重整旗鼓，那么宏福苑之火带给香港的可能不仅是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还有隐隐逼近的经济信心危机。在这起惨剧中，我们看到政府监管的迟钝，官僚文化的僵化，也看到社区自救能力的强大，民间温情的可贵。这种强烈反差正映照出今日香港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是体制活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民间底蕴的犹存。一场大火既烧出了社会问题的伤疤，也点燃了香港人内心对改变的期盼。然而，要避免陷入更大的危机，香港必须直面一个更庞大的现实，那就是它的经济命脉早已与中国内地紧紧相连。而此刻整个中国经济似乎正步入一个令人不安的阶段。让我们把视线从香港投向更广阔的背景，中国经济眼下正在发生什么？最近不少专家频频把日本化这个词与中国放在一起，警告中国可能重蹈日本当年经济停滞的覆辙。什么是日本化？简单说，就是像日本一样陷入失落的30年，经济长期低迷不振，物价不涨反跌，通货紧缩，人口老化，资产泡沫破裂，带来金融问题。当这些要素凑齐，一个国家就可能进入长期的停滞状态。日本在1990年前后泡沫经济崩溃，此后经济增速急剧放缓，从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变成令本国人都丧气的停滞社会。房地产和股市价格暴跌，银行坏账缠身，
企业和家庭都忙着还债，不敢消费投资，物价年年下跌。这种局面持续了10年、20年，直到如今仍未完全消除影响，被称作失去的30年。而现在，有迹象显示，中国正面临与当年日本相似的难题。首先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像当年日本80年代末地产价格疯涨然后崩盘一样，中国的房地产黄金时代也在近年戛然而止。过去20年，中国各城市高楼林立，房价节节攀升，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一路狂飙突进，全民对房产趋之若鹜。一句流行语是，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的确，房地产及相关产业一度贡献了中国 GDP 的将近30%。然而从2021年开始，中国政府出于防风险考量调控房地产，加上整体经济转弱，房市热潮急转直下。著名开发商恒大集团资金链断裂，债务累累，2023年竟在境外申请破产保护。另一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也爆发债务危机，许多楼盘停工烂尾。曾经在全国各地如日中天的房企纷纷暴雷，有的直接倒闭重组，房价开始下跌，尤其3、4线城市无人问津，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甚至出现讽刺一幕，一些地区新楼盘大幅降价促销，引来早期高价买房的业主集体抗议讨说法，房子没住几天变成负资产，谁能不焦虑？房地产的寒冬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多米诺式的，开发商倒下，建筑行业、家装建材行业大受影响，相关从业人员收入锐减。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很大部分依赖卖地，所谓土地财政，当楼市低迷，土地卖不动，地方政府收入就大幅缩水。然而政府的刚性支出却不减，要发工资，要还旧债，要保公共服务，结果一些地方财政出现困境。2023年以来，中国多个地方政府被爆出拖欠教师、公务员工资，甚至连医保金都出现缺口，引发民众不满，有地方政府不得不紧急发债自救，或者向上级求援。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这些年还通过所谓融资平台公司 LGFV 举债兴建了大量基础设施，如今收入不及预期，偿债压力沉重。据估计，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高得惊人，堪称一颗埋在体制内的金融炸弹。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把火是整体需求不振导致的通货紧缩阴影。由于房市低迷，疫情后居民和企业信心不足，从2023年中开始，中国的物价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停滞甚至下跌。2023年下半年一度出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微降的局面，而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更是连续20多个月同比下跌。物价下降表面看对消费者是好事，但如果背后原因是需求不足，那就意味着经济活力的下降，商家卖不出货，只好降价促销，但大家预期未来价格还会更低，更舍不得现在买，于是市场更清淡，形成恶性循环。这正是日本90年代以来最大的梦魇通缩。一旦陷入通缩泥淖，企业利润受损，工资难以上涨，债务负担反而变重，经济将长期陷于一种不景气加物价跌的怪圈。日本为此苦撑多年，央行把利率降到0，也难以刺激通胀和增长。如今中国也出现类似苗头，令人不寒而栗。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一个发生在2023年的罕见现象可以说明问题：中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居然史无前例地低于同期日本国债。要知道，日本国债收益率长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因为日本几十年经济低迷，利率趋近于0，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理论上经济增长和利率应该远高于日本。可现在中国长债利率跌破日本，这释放出的信号耐人寻味，投资者对中国未来增长前景极度悲观，预期中国将长期维持低利率、低通胀的状态。换句话说，市场已在压住中国经济日本化。这种情形放在几年前几乎难以想象，彼时中国还被视作全球增长引擎，而今金融市场却开始把中国等同于停滞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真可谓风云突变。第三重挑战是就业与信心危机。经济下行首先冲击的就是就业，特别是青年就业。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城市青年
16到24岁，失业率在2023年6月份攀升到约 21% 的历史高位，创纪录地每5个年轻人就有1人找不到工作。更有学者估计，如果把默默失业未报的青年算上，实际比例可能更高。这个严峻局面让当局也感到难堪，竟在2023年夏天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虽然此后官方解释调整统计口径，但在外界看来，更像是数据不好看，干脆不公布了。无论如何，年轻人大量失业对社会士气打击很大。一代人辛苦考大学，毕业却发现经济降温，公司缩招，无处施展抱负，不少人成了躺平族，干脆降低物质欲望，选择随遇而安，甚至暂时不上班。啃老、摆烂等词成了网络热门话题，折射出年轻人的迷茫与无奈。当充满活力的青年都失去斗志，一个经济体的未来怎能不令人忧心？与此同时，中年人的压力也在上升。经济不景气导致裁员潮在中国多个行业出现，中小企业倒闭增多，白领阶层中年失业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政府和国企为了紧缩开支，甚至降低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的薪资待遇。过去被视为铁饭碗的职位也不再保险，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转差，消费更趋谨慎。买车买房这类大额支出能省就省，旅游、娱乐等非必要消费也明显减少，结果是内需疲弱，企业卖不出产品又不敢扩张投资，进一步影响就业，形成恶性循环。这种信心的塌方，正是经济日本化最可怕的地方。一旦人们对未来不抱希望，经济真的会一步步走向停滞。自证预言。再看人口结构这第4大隐忧，中国和当年日本一样，都面临人口快速老化、少子化的问题，但中国的情况更为严峻，因为中国在尚未富裕时就已经变老。日本在进入停滞前，人均 GDP 已达发达国家高位，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相对完善，而中国目前人均 GDP 还只是中等偏上水平，却在2021年左右迎来人口总量的见顶回落。近年出生人口大幅下降，2022年中国人口数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4亿人口的时代宣告结束。年轻劳动力减少，老年抚养比升高，长期看这将拖累经济增长潜力，并对医疗、养老体系带来沉重压力。有经济学者形容，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考验，还没来得及超越美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就已陷入劳动力短缺和社保负担沉重的局面。这跟当年日本有几分相似，但日本变老时好歹腰包满满，而中国的人均财富积累还远远不够应付全面老龄化的挑战。综合以上种种，中国经济眼下的处境与当年日本惊人的相似，资产泡沫破裂，债台高筑，物价通缩压力，人口老化，年轻人前途黯淡，仿佛一夜之间，曾经高速增长的世界工厂掉头放缓，甚至出现停滞迹象。不少国际投资机构开始调整对中国的投资策略，有人提出排除中国的投资组合策略，一些外资纷纷转向印度、东南亚等更有增长前景的市场。日本朝日新闻感叹，中国在经济上正重演日本90年代的剧本，而且难度可能更大。连一向对中国青睐有加的对冲基金大佬雷伊达里奥近日也改口称，现在的中国看起来和1990年的日本初期非常相像，甚至情况更复杂。他警告说，中国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背负债务，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真的会完全步日本后尘吗？对此也有不同声音。有人指出，中国和日本毕竟有不少不同。首先，中国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政策回旋余地。例如，中国的都市化率还未完全达到饱和，仍有数以亿计农村人口未来可能进城，带来新的住房和消费需求。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年轻一代受教育程度较高，在科技创新领域仍有希望突破。比方说，中国近年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产业上领先全球，这些新兴产业或许能成为经济的新引擎。相较之下，日本在90年代时已是高度现代化经济体，产业转型空间相对有限。其次，中国政府的决策模式与日本不同，中国政府拥有更强势的宏观调控能力
和资源动员能力。如果意识到问题严重，可能祭出大规模刺激政策托底经济。事实上，目前就有国际经济学家建议中国应该扩大财政刺激，把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从现在的约 11% 提高到 14% 以上，通过政府支出来拉动内需，尤其是改善民生和稳定房市。他们甚至建议中国一次性投入10万亿元人民币，用于社保补短板和处置房地产烂尾楼等，力度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刺激方案还大。中国政府未来是否会出手如此激进，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中国还有财政策略上的选项。此外，日本当年泡沫破灭时房价跌去70%，股市腰斩，而目前中国房地产虽然下跌，但跌幅尚未那么惨烈，一些一线城市房价相对抗跌，中国银行体系也还没爆发日本式大规模金融危机。坏账虽多，但大部分债权在国内，政府可以行政手段重组，剥离不良资产，避免金融机构连锁倒闭。换句话说，中国或许能以不同方式应对，而不至于陷入完全相同的谷底。然而，需要警醒的是，中国当前的麻烦有其独特的制度因素。在日本失落的30年里，虽有政策错误和固有问题，但日本基本维持了民主法治和社会开放，企业在海外仍享有信任。而中国近年来政治环境趋紧，对民营企业和市场的管控增强，一些本该进行的改革，如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等，迟迟没有落实。2012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官方智囊曾联合发布2030年的中国报告，给出多项建议，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比如缩小国企垄断、改革户籍和财政体制、建立公平的社保、推进市场化等等。然而此后10年，多数建议未被采纳，甚至出现倒退。例如，国企不减反而更壮大，民企在许多领域反而被挤压，户籍壁垒依旧，使得农民工难以真正落户城市。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扭曲，问题依然存在。地方政府为了税收卖地造成，终于酿成房地产泡沫。可以说，一些结构性失误让中国错失了最佳的调整窗口，这无疑加剧了当前经济困境。更令人担忧的是心态上的变化。日本在经济停滞时期，政府和民间至少还保持着反思和改革的声音，不时尝试新政策。而目前中国官方对经济问题显得讳莫如深，不仅停止发布不利数据，还对唱衰经济的言论进行打压。有消息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近期对造谣中国经济衰退者加强了惩治。舆论场上充斥着对外部的指责和对内部问题的回避，这种缺乏透明与讨论空间的氛围，恐怕不利于建立社会信心。正如经济学上所说，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如果普通人感受不到真诚的改革决心，只看到粉饰太平，那么无论政府出台多少政策，他们也不敢轻易恢复投资和消费，这才是潜伏的最大危机。在香港，不少市民对上述中国经济趋势深感忧心，因为香港与内地唇齿相依，近60%香港出口产品最终销往内地，访港游客绝大多数是内地人，内地企业是香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当中国经济放慢，甚至陷入困境，香港几乎无法独善其身。我们已经看到，内地游客消费力下降，导致香港零售业复苏不如预期。内地企业融资需求减弱，令香港金融市场成交清淡。可以说，香港经济犹如一艘小船，过去靠着中国这艘巨轮的牵引而前进，如今巨轮减速，小船自然颠簸难稳。那么，东方之珠会不会随着中国一起步入失落30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回顾香港过去几十年，经历过无数风浪。1980年代末的前途不明，带来资本外流。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令楼市股市暴跌。2003年的沙士疫情曾让经济停摆，但香港每次都顽强地挺了过来，随后再创繁荣。然而这一次的挑战有所不同。以前每逢危机，背后总有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大陆作为支撑。97金融风暴后，内地入市和经济腾飞，给香港送来源源活水。03年沙士后，内地开放自由行和 CEPA 协议，帮助香港迅速恢复生机。
可以说，过去20年香港很多困难最终都因内地经济的强势而化解，但如今内地本身深陷经济调整期，难以再扮演香港救世主的角色。如果中国未来多年经济都在低位徘徊，香港将失去最大的增长引擎。更严峻的是，香港自身的体制优势在削弱，创新活力不足，使其难以开拓新路径自救。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确实存在步入长期停滞的风险。有人预言，香港经济可能失落至少5至8年，甚至更久。这虽然听起来悲观，但不是没有根据。然而，香港真的会就此沉沦吗？我们不应低估香港的调试能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毕竟，香港仍拥有独特的优势，完善的法治基础，灵通的国际金融网络，融汇中西的专业人才，以及那股在危机中迸发的民间韧性。鸿福苑大火中市民齐心互助的场景告诉我们，香港社会内部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关键在于香港能否痛定思痛，及时进行自我改革。例如，重新检视过度依赖地产的经济结构，大力培育创新产业和多元经济，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和人才回流，深化与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联系，在中国经济调整期寻找新的机遇。此外，政府需要恢复市场对制度的信任，用透明和专业取代官僚与侥幸心理。只有重拾市场主导、法治保障的信条，香港才能在风雨中站稳脚跟。最后，我们回到那场触目惊心的世纪大火。鸿福苑的熊熊烈焰烧出了香港制度的裂缝，也照亮了人心的温度。这场悲剧让我们看清，一个社会若安于现状，忽视警讯，小火终会酿成大灾。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只要社会还有良知和责任感，哪怕身处灰烬，依然能燃起希望之光。对香港而言，眼前确实弥漫着经济停滞的阴霾，中国大环境也在经历巨变。但正如黑夜孕育黎明，只要汲取教训，认清方向，东方之珠并非注定黯淡无光。或许若干年后回首，我们会说鸿福苑那场大火是香港的一个转折点，它警醒了整个社会，倒逼出改革和变革，使香港避免滑向长期沉沦的深渊。要做到这一点，既需要香港自身的奋发，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调整和复苏。无论如何，我们不愿看到香港步入什么失落30年，相反，我们期待浴火重生的东方之珠能在艰难时刻找到新的定位，重新闪耀出属于它的光芒。